马兴瑞落马，中共政坛10级大地震。最不对劲的就是这次官宣极其狼狈的姿态。大家去看4月3日新华社那条通报，短的不能再短，几乎像一张便条，按中共平时那套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潜规则，这给人的感觉根本不是在布阵，而是在赶。有必要这么赶吗？反腐取得伟大胜利了吗？根本不是，这是因为大火已经烧穿了龙椅的底座，快要把彭太后的底裤给烧没了。他们必须赶在彻底穿帮之前强行结案，来个断臂求生。中共高层秘书圈里有一条血腥的生死潜规则，当秘书的大难临头，如果选择去死，那就是保全主子和家族财富的英雄。当年陈全国的秘书拿了1-2个亿的安家费，直接死于一场离奇车祸，陈全国到现在安然无恙，这就是物理灭口。但李光禄这小子被纪委一审，一看自己涉案20-30个亿，死缓起步，进去20年别想出来，他瞬间崩溃了，在看守所里像条疯狗一样乱咬，把马兴瑞家族的惊天财富全给抖露出来了。论斤称的查扣单，马家受贿超200亿，下面马仔的物品扣押单长达27页、29页，甚至有一份惊人的127页。爆料人原话是怎么说的？看到的东西会吓死你。而且这小子不仅咬出了钱，还咬出了自己的3宫6院。现在看守所里关着李光禄的3个女人，原配藏着4500万新币的新加坡留学生女友，还有一个1.78米的香港名模。但这都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李光禄咬出了一笔能让整个政治局翻天的黑账。马兴瑞的老婆荣丽给这帮政治局委员的孩子都买了天价保险，而这个保险最后的受益人曲里拐弯的竟然拐到了彭丽媛下属机构的头上。大家脑补一下中南海里现在的画面，纪委拿着127页的查扣单要顺藤摸瓜，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屋里急得团团转。怎么办？为了赶在火烧连营之前把这颗雷彻底按死，习近平极其狼狈地把已经在杭州养老的70岁大内救火队长舒国增给紧急抽调进京。舒国增是谁？1956年生人，习在浙江时期的老部下，在高层眼里，这人就是专门给习家处理家族烂账的。最近查大案，钦差大臣徐令义带着尚方宝剑去山西，只敢砍地方国企的脑袋，绝不敢碰高层家族。而一旦涉及到习近平、彭丽媛的烂账，一定是舒国增挂帅。今年元宵节，舒国增在杭州酒桌上喝大了，对身边人透了底，如果我过段时间再去北京，那基本就靴子落地了。果然3月22日，舒国增3进中南海，他带着死命令下去，核心任务就一个，把马兴瑞的案子给我粗暴定死，强行斩断一切向上的证据链，绝不能让火星子崩到彭太后的裙摆上。案子烧到这一步，已经不可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官宣，不然火继续往上拱，拱到最后谁都兜不住。必须强行找个塞子，把那个正在往外喷血的口子给死死堵住。怎么办？上面得对好台词，编一套骗老百姓的谎话，下面得找几个倒霉蛋出来背锅。最关键的是中间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得赶紧去转移赃款，销毁账本，甚至得让看守所里的某些关键证人永远闭嘴。总之就一个原则，绝不能让查案的火顺着线索烧到背后真正的老大身上。所以大家看明白了吗？为什么上周五官宣之后，紧接着整个周末一直到现在，中共的党媒会那么反常，会出奇的安静？因为他们正忙着擦地上的血呢。整个文宣系统现在是彻底瘫痪，没人管了。大家去翻翻人民日报，看看人民网，连假装太平粉饰盛世的通稿都顾不上写了，随便拿几条西红柿有了新版身份这种烂新闻往版面上一扔，对付得了。他们关起门来就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憋着坏水干坏事。他们伸向海外的黑手，操纵其他媒体的脏活，他可一点没闲着。起码舆论上
必须靠操纵大外宣这根笔杆子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最近的海外舆论场，就会发现一股带着任务的阴风吹过来了。哎呀，马兴瑞落马了，胡春华也跑不掉了，胡春华的旧部被抓了，他也要跟着完蛋了。这股风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个证据，谁呢？就是4月2日刚落马的广东东莞原1级巡视员蔡家华。大外宣马上借题发挥，说这叫捡胡春华的裙边，硬生生要把马兴瑞这把烧向龙椅的火往胡春华身上引。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个蔡家华的老底。蔡家华到底是谁的人脉？2007年到2008年，蔡家华是东莞市委督察室主任，是给时任东莞主政者刘志庚跑龙套的。刘志庚是谁？那是正儿八经的习家军在广东的势力。到了2016年，蔡家华在佛山破格提拔为常务副市长。那时候谁在广东位居省委副书记？正是马兴瑞。看到了吧？蔡家华当年是给东莞地头蛇当管家的，刘志庚力推的人马兴瑞护着。胡春华名义上是广东一把手，但他那种极其谨慎的性格，从来不主动插手对面圈子的闲事，自然犯不着去来。现在抓蔡家华，明明是有人顺藤摸瓜，在斩断马兴瑞和最高层的左膀右臂，大外宣居然反咬一口，说这是要抓胡春华，这不是阿 Q 精神是什么？这不是典型的丧事喜办吗？退一万步讲，胡春华要是这么容易被捏死，还能活到今天？大家回忆一下，2020年到2021年，老习权力最巅峰、最不可一世的时候，借着内蒙古煤炭反腐，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查20年。外界都清楚，那场运动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冲着曾在内蒙古主政的胡春华去的。结果呢，在最高层权势最盛的时候，硬是没能把胡春华打翻在地。那时候都拿不下，到了今天这个残局，嫡系马兴瑞都折了，军方那边到处冒烟，党媒自己都心虚的不敢排版了。这时候你跟我说胡春华马上要完，鬼才信。所以今天有人拼命把蔡家华落马往胡春华身上生拉硬扯，真正说明的只有一个问题：有一拨人急了，彻底发虚了。急到什么程度？自己阵脚大乱，明明是自己的嫡系在流血，嘴上非得喊着是别人在挨刀。大外宣喊得越响，越是在掩盖一个事实：真正被砍到骨头里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如果说马兴瑞的轰然落马和彭太后那条深不见底的100亿利益链，让中南海那位彻底失去了龙椅上的安全感，那么最近这几天，全国党媒和各路诸侯的诡异动静，更是让他真真切切地尝到了4个字的滋味：众叛亲离。朋友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共官场上一个极度反常的现象？满朝文武现在全都在悄悄地干一件事，开始把习核心的宏大叙事往后缩。你去看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4月3号新华日报发的那篇调研稿，开头照例像念经一样交代一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然后呢没了，整篇文章呲溜一下就滑到哪儿去了？滑到乡村旅游、农副产品、大闸蟹、小龙虾、春假出游安全上去了。这叫牌位还挂着，魂儿已经给抽走了。河南那边也是一模一样。省委书记刘宁去许昌调研，正文开头例行公事的糊弄一句贯彻重要讲话精神，紧接着话锋一转，立马去大谈特谈胖东来、民营经济、新能源汽车、乡村振兴。习近平的名字虽然像个图章一样还盖在那儿，可是真正霸占版面的全是地方诸侯自己那点经济账、民生账和换届安排。这等于是一夜之间退回到了胡温时代的务实路线。更有意思的是，前阵子的植树节，新华社这帮笔杆子居然胆大包天，把习近平这几年喊得震天响的招牌口号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给悄无声息地降了调，直接改回了胡锦涛时代的美丽中国。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咬文嚼字的变化，在中共这种把文字当政治生命的地方，官场真正的变天就是从谁先少写了一句话，
少喊了一句口号开始的。可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是真刀真枪的换地盘也开始了，而且是在核心阵地的点位。就在4月3日，也就是马兴瑞被火速抛出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突然批准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林涛直接空降福建出任厦门市委书记。大家注意林涛这个人，1971年生人，这是标准的70后梯队。他之前长期在广东体系里一路往上走，2023年刚提拔为广东副省长，2024年9月就被调进国务院当副秘书长。结果板凳还没坐热，不到2年，又突然被一把插进了厦门这个极其敏感的口子，这就叫政治上的3级跳。厦门是什么地方？那可不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副省级城市，那可是当今朝廷的龙兴之地呀。习近平1985年到1988年就在厦门当市委常委、副市长。当今的中南海大管家何立峰更是从厦门财政局一路做到厦门市委书记。可以这么说，厦门是习派老巢中老关系网最密最铁的旧码头。可是现在呢，在这个旧码头里突然空降了一个从国务院系统下来的人。一些大外宣一看林涛是从国务院下来的，就说哎呀，这是李强的人，或者是刘国中推荐的习派自己人去给老习护盘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林涛的真实底牌。他当年在广东省纪委、港澳办一路高升，真正贴身追随的伯乐一个叫唐豪的人，而唐豪是当年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汤炳权的绝对大秘。汤炳权那是广东叶剑英家族、江派、胡温等政治老人阵营里负责掌控港澳命脉的核心骨干。也就是说，林涛完完全全是元老阵营暗中培养出来的第3代尖刀。那他为什么会去国务院？大家别忘了2024年7月的那场老习中风。在元老夺权之后，为了监视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特意把林涛塞进去当副秘书长，现在又突然把他拔出来，直接空降到厦门，这就是去挖祖坟的。翻查当年习近平、何立峰在厦门主政时期那些见不得光的贪腐烂账，乃至那些极其难堪的作风黑料，这说明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宣传口怎么糊弄，地方上怎么念经了，这是连旧码头都开始换门神了。红墙里的人已经在动手安排谁来守门，谁来坐镇了。大家脑补一下，现在各省的诸侯关起门来是个什么状态？看到元老们的整体布局，下面的官僚哪一个不是千年狐狸？谁愿意在这艘破船马上就要沉底的时候，还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跟一个政治画皮死死绑在一起？大家都在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把习近平从那个至高无上的神坛上悄悄地一脚给踹了下来。这就叫当代版的东南互保，这就叫树倒猢狲散。大家看4月初伊朗战场上的大新闻了吗？最打脸的一幕根本不是谁在记者会上放了什么狠话，而是美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真敢把手伸进敌占区，真敢把自己人给硬抢出来。公开报道写得很清楚，一架 F-15E 战机在伊朗坠毁之后，美军没有认栽，没有嘴硬，更没有把飞行员当成代价扔在那儿不管，他们直接组织了大规模的高风险特种搜救。朋友们，这场救援绝对不是咱们在好莱坞电影里看的那种轻轻松松的降维打击，场面极其惨烈和棘手。救援的直升机挨了火力，一架运输机出了故障，为了防止绝密技术落到伊朗手里，美军甚至果断把自己那架飞机给炸了。可是代价这么大，过程这么惊险，结果是什么？2名机组成员最后硬是被带回去了。这一下真正看傻的、后背发凉的不只是伊朗，还有北京啊。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最不讲故事，最不吃宣传，最验真货。你平时可以雇一帮人在短视频里吹东升西降，吹你的雷达多牛，反隐身多强，体系作战多厉害。可到了这种要不要把自己人捞回来，敢不敢把兵力压进敌国领空，能不能在枪林弹雨里把人带走的生死关头，真假一下就现原形了。
统帅摸了摸自己手里那些还没上过战场的破铜烂铁，再看看身边那些一打仗就准备跑路的将军们，心里瞬间透心凉。既然真家伙比不过，那怎么办？更滑稽更没骨气的一幕来了。偏偏就在4月3号这天，大家去翻翻新华每日电讯，突然在头版极其高调地发出了一篇长文，寻访救援杜立特往事的人，全篇大谈特谈什么大讲特讲二战时期中国老百姓是怎么冒死营救美国轰炸机飞行员的，满篇都在讴歌什么血与火铸造的中美友谊。你看这张脸变得多快，前几天是谁在天天叫嚣着武统台湾跟美国死磕到底，一看人家真把硬家伙亮出来，真敢玩命了，吓得转头就把70、80年前的老账翻出来，疯狂抛媚眼套近乎。这就是这个独裁政权最可怜也最可笑的地方，对内装得像天王老子，对外一碰到真家伙，马上就从战狼变回了哈巴狗。说到这儿，咱们真的得感慨一句，大家看看中南海里的那帮人，对外吓得像孙子，对内活像吸血鬼，为了保住权力和性命，每天活在被自己人抛弃的极度焦虑中。这种靠榨取民脂民膏来续命的权力游戏，迟早会把他们的精气神彻底耗干。但咱们老百姓不一样，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和良知堂堂正正的生活，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真正健康源远流长的方式来补充奋斗消耗的精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向大家推荐老朋友普瑞堂玄宝黑参。普瑞堂玄宝黑参在全球已经畅销10周年了，现在正是10周年庆典的超级优惠期，活动到4月19日截止，力度空前。买任何产品一单满500美元，过去送1根黑参原参，现在直接送2根，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如果满3000美元，不仅额外得12根黑参，还能拿到1根极其珍贵的特级黑参。现在结账，输入江峰专属优惠码 GF， 立刻享受叠加优惠，全球包邮。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给自己身体多一份实在的底气。好，咱们言归正传。各位朋友，今天聊到这儿，大伙儿看明白这盘棋没有？从马兴瑞被当成弃子一样火速抛出来顶雷，到那127页能把人吓出心脏病的查扣单，一把火直接烧穿了彭太后的底裤，再到地方上那帮比猴还精的诸侯，悄没声的开始删名字、降口号、找退路，最后再到中共那帮战狼，一看人家美军真敢进，真敢救，吓得尿了裤子，转头就把80年前的杜立特老皇帝翻出来，上赶着去认美国干爹。把这些碎玻璃渣子拼凑到一块儿，您还会觉得这仅仅是一桩普通的贪腐案吗？仅仅是一次宣传口的翻车闹剧吗？这说明这台靠着谎言、恐吓和黑箱拼凑起来的集权破车，已经从里到外彻彻底底的大裸奔了。这就叫大厦将倾啊！这就叫一台表面上听着还在轰隆隆响的机器，你凑近了一看，里面的螺丝钉正一颗接一颗的往外崩呢。那座糊弄老百姓的贞节牌坊马上就要轰然倒塌了。所以啊，这把火还能往上烧多高？最后能把多少隐藏在黑幕后面的大佬逼出水面？能把多少过去连提都不敢提的政治门神、皇家利益链通通烧成灰烬？咱们拉一把椅子，倒一杯茶，就坐在这儿静静的看戏。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